这一幕，周传雄等了整整10年。宁波演唱会现场，数万名粉丝挥舞着荧光棒，自发与周传雄合唱《黄昏》。年过半百的他，听着粉丝的歌声，眼泪再也绷不住了。或许只有周传雄自己才明白，这种感觉他真的等了太久。1988年，周传雄所签约的唱片公司因为经营不善导致破产，周传雄也因此被迫解约，这让本就一直不温不火的他几近绝望。周传雄把自己关在屋里，一度认为自己可能再不会出唱片了。可没想到，正是因为这样的心境，突然有了灵感，当即写下了这首《黄昏》。我写这《黄昏》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我大概不会再出唱片了。所以是一种绝望的心情写下这首歌的。刚写出这首歌时，周传雄只当是给自己的歌手之路画上句号，从没想过有一天这首歌会成为他的代表作。当时从英国刚进修回来的周传雄蓄起胡子，只想默默做一名幕后音乐人。也正是这时，马文君邀请他来内地制作专辑，这一去不要紧，竟发现自己当初创作的《黄昏》被人做成了盗版，并广为流传。当他听到大街小巷都在放《黄昏》时，直接让他再次燃起了做歌手的希望。一番考虑之后，周传雄决定重新做回歌手的身份。2004年，周传雄发行歌曲《男人海洋》，将男人无法诉说的心事诠释得淋漓尽致，受到了男性听众的极力追捧。最痴情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风暴里逞强。头一击，当周传雄一曲唱哭央视，我才知道巅峰时期的他甚至可以碾压周杰伦。凭借一首《黄昏》，一夜之间火遍两岸三地。随后推出新专辑《蓝色土耳其》，作品频繁创作，提高他知名度的同时，也在无形之中拖垮了他的身体。2014年，45岁的周传雄患上幽门螺旋杆菌，体重直接从74公斤暴瘦到43公斤，身体单薄的好像一个纸片人。在医生的建议下，他只能无奈退出歌坛，专心养病。那时候瘦到不成人形，然后气也不足，以前可以唱很好的歌就短了好几拍。我那时候觉得可能我没有办法再唱。万万没想到，周传雄养病的这几年，关心他身体的没几个，倒是一些无良媒体蹦了出来。他们在网络上肆意散布周传雄已经患癌去世的消息，整得一众歌迷伤心不已，甚至有人自发组织起了哀悼。得知此消息的周传雄也是不可思议，立刻亲自发布视频辟谣，自己只是生了病，但人还是活得好好的，谢谢大家关心。直到2021年，周传雄的身体逐渐康复，斗志满满的他准备重归歌坛，大杀四方。可久违歌坛的周传雄根本不知道，短短几年时间，整个华语乐坛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而他也没有了当初那一席之地。之后走投无路的周传雄，迫于生活压力，只能接一些商演来养家糊口。尽管用着劣质的音响设备，台下无一人喝彩，周传雄依然保持着最好的状态唱歌，只为守住一名歌手最后的尊严。不过好在有人还是发现了他，并成功让他通过几场综艺节目翻红。周传雄也终于可以再次开启自己的演唱会。当他站在台上再次演唱《黄昏》时，台下的粉丝用这种方式给了他最大的鼓励。万万没想到，周传雄2023全国巡演受益最大的竟是淘汰他的孟美岐。当黄昏响起的那一刻，80、90后们再也绷不住了。台下5万粉丝大声齐唱，看着台下座无虚席的万人场馆，周传雄内心百感交集，不断擦拭着泪水。而现场的5万歌迷也用合唱彻底打脸了曾经淘汰周传雄的孟美岐。有细心的网友发现，周传雄2023全国巡演正开得如火如荼时，孟美岐的社交账号竟因此暴涨3万多粉丝，评论区更是成群结队的留言：你我本无缘，全靠周传雄。3、2、1，请揭晓。你也没抢，我也没有，可能2位老师会有更合适的音乐合伙人一起合作。好，2020年某音综节目中，沉寂多年的周传雄再次回归歌坛。舞台上，他一脸谦卑、小心翼翼的样子，像极了一个刚出道的新人。这位曾经轰动整个华语乐坛的实力唱将，要被一群出道没几年的流量明星评头论足。最讽刺的是，就当一众嘉宾还在犹豫选择时，节目主持人居然当着周传雄的面称呼场下的孟美岐为老师。更可气的是，他翘着2郎腿评价台上的前辈，毫无尊重可言。周传雄最终连
连一轮都没有晋级，直接被淘汰。节目播出后，网友们瞬间坐不住了，直接跑到节目官媒下方开始了口诛笔伐，指责节目组故意搞这种剧本拉节目效果。更有人表示，周传雄的粉丝只是老了，又不是死了。虽然网友的力挺让周传雄缓和了不少情绪，但这件事也让他清楚地认识到，如今的华语乐坛正处在怎样一个病态的环境里。但我觉得就是说，流量的现象，有一个缺点，就是说它比较看不到真正的作品，因为它都是比较浮面的，看到比较表面的，它不像一个作品可以细水长流啊。或许这也正是为什么网红歌曲满天飞，而真正能流传下来的几乎一首都没有的原因。之后周传雄更是半开玩笑地说了自己的观点，毕竟如果不能适应新时代，又谈何去改变整个乐坛呢？流量艺人这个现象，我觉得是它会一直发生下去，接下来也会发生下去，甚至我们这些音乐人可能也想办法去弄一点流量来，当然不用那么多了。时代在更替，岁月在变迁，在如今的华语乐坛中，周传雄的确已经是一位过气歌手，但他的作品永远不会过时，因为走心的歌触动的是人们内心的情感，而这些为流量而生的网红歌，只不过是变着各种花样给大众洗脑罢了。